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最近，美国媒体渲染说中国兵不血刃主导南太平洋，美国担心的背后是不可抗拒力量。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最近刊登了一篇文章，文章内容呢直指中国，认为中国正兵不血刃地主导南太平洋。那么这个题目搞得很夸张，文章的内容呢对中国与南太平洋各岛国的关系呢大加炒作，并以此为由敦促美国政府尽快采取措施加以应对，因为美国长期忽略了南太平洋诸岛国，导致这些国家正加速倒向中国。今年以来，西方媒体开始大肆炒作，以破坏中国与南太平洋诸岛国之间的正常经贸合作。他们先是炒作起中国帮助基里巴斯升级坎顿岛机场一事，声称这一设施可能被中国赋予军事用途。其实，这些岛国之间的交通非常不便，岛和岛之间呢距离又很远，最快捷的方式就是航空运输。因此，在这些岛国的合适区域建设机场，对他们发展交通、发展经济是有好处的。因此，这个炒作完全没有道理。随后呢，西方媒体又在炒作另外一件事，说中国企业呢参与了竞标太平洋底光缆的项目，该项目呢最终由于美国的施压而被迫搁浅。近期，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发表了一些不太好的言论，试图以所谓中国非法渔业捕捞为由离间中国和南太平洋诸岛国之间的关系。此外，澳大利亚也一直跳得比较高，始终在努力地破坏中国与南太平洋诸国的合作，因为澳大利亚一直把南太平洋诸岛国看作是它的后院，因为它离得近，对他们的经济影响比较大。那么中国现在和这些岛国开展相关的经贸合作，好像是对澳大利亚的利益呢构成了威胁，因此他们极力的挑拨和破坏中国与南太平洋诸岛国之间的关系。这次美国的媒体炒作中国兵不血刃主导南太平洋，那么我们可以呢从几个方面来看这样的问题。第一个，可以说美国从世界各地来围剿中国的崛起，是吧？现在呢已经把目光投向了过去他不太重视的南太平洋诸岛国，因为这些国家都很小，经济体量小，人口少，对他们来讲影响不大。但是从某些角度讲呢，这些诸岛国的军事意义还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在这些地方，如果美军在上面建设基地，那么对他围堵中国是有一定作用的。因此，他不希望中国和南太平洋各岛国呢发展经济交往。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看出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之快，以及中国和平外交效果之优异，远远超过美国在当地的影响。那么，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这些小国的战略，过去呢主要还是胡萝卜加大棒，而且呢还要高举人权的大旗来干涉他国的内政。那么，随着美国国力的下降，经济现在不太景气，因此呢胡萝卜没了，是吧？只剩下大棒了。因此，他现在所采取的措施，不是向这些小岛国输送经济利益、提供经济援助，而是更多的挥舞大棒进行打压，以断绝中国和他们之间的友好交往。而中国之所以在这些岛国受到欢迎，是因为我们与任何国家的合作都不附加政治条件，所有的合作的目的都是为了共同发展经济，也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美国为了应对中国的挑战，正在联合澳大利亚、法国、日本等国在世界范围内抗击中国的影响力。澳大利亚呢，主要负责在南太平洋，
而法国呢，则负责在非洲发力，而日本则在东亚以及西太平洋地区搞事儿。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如果西方国家不能给这些小国以优惠，最终呢是难以替代中国的作用的，因为我们中国的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发展速度在世界上维持领先的水平，而且呢是国家不论大小，我们都是平等交往。对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和合作。大国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是硬实力，还有软实力。虽然我们中国没有美国这么强大的海军，手伸不到那么远，但是我们中国有一颗包容和平的心，能够与小国平等对话，能为他国的利益着想，共同发展经济，维护当地的和平环境。我想，这才是中国在南太平洋岛国受到欢迎的根本原因。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